小伙伴们，你没看错，今天我们视频的主角又是一部手机。之前接到很多朋友私信说想找一款既轻便好携带，适合日常生活，玩游戏又好用，关键是价格还不贵，普通大众都能接受得了的手机。那么一加92它来了，不多废话，让我们马上一睹它的真面目。漂亮！纵然是早已在某东看到过这个颜色，接到真机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的眼前一亮。我的佳能25把这个蓝雨色彩还原的非常真实，色差很小。所以你喜欢这个配色吗？请在弹幕上告诉我。据说蓝雨配色采用的是一加独创的慢反射纹理工艺，保持明亮清爽质感的同时，也不容易沾染指纹。来，一组实拍镜头送给大家。伙伴们，看完这组展示，有没有心动到你呢？实话说，这款手机拿在手中，持握感真的很不错。6.55英寸屏幕，20:9的比例，再加上整体的圆润化处理，一切都恰到好处。屏幕方面，这是一块来自三星的 2.5D 柔性直屏，最高支持120赫兹刷新率，同时也是业内规格最高的 Fluid AMOLED 屏幕之一，并且还支持5至240赫兹触控采样率，直屏玩家的福音。所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用它玩游戏试试了。外观按键方面，92仍然保留了一个加速式的3段式开关，分别对应静音、震动、响铃。在某些特殊场景下，这可比进系统调节简便多了，这也是一加手机的特色之一。另外，92还支持立体声双扬声器，支持通话降噪，支持杜比全景声。感觉虽然它并不是一部游戏手机，但貌似很适合玩游戏。摄像组方面，后摄采用的是4800万超清四摄方案，同时摄像头的金属装饰件做成了和手机玻璃后盖一样的颜色，看起来浑然一体，整体颜值上也更有档次。而前置镜头采用左侧单挖孔设计，使用了一颗1600万像素的摄像头，支持超广角。从颜值上来讲，左侧挖孔会比较让人忽视它的存在，个人比较喜欢。那么以上就是这款一加92的基本外观情况了，稍等片刻，容我先熟悉一下手机，更多精彩马上到来。2天过去了，经过几分钟试用，对这部92算是基本上熟悉了，并且也已经安装了几款常用游戏，做了一些初步的功能测试。耐克毕竟不属于数码领域，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我们来重点看一下这部旗舰手机的游戏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92换成了 ColorOS， 但整体还是保留了轻 OS 优势，界面简洁并且操作流畅，只不过新增了一些特色功能，并且在使用体验方面做了一些增强。后期如果大家拿到手后，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作为一部主力用机，92搭载了 ColorOS For One Plus 系统，同样提供游戏助手功能。通过游戏空间启动游戏，可以对游戏进行自动优化，也可以通过这里进行系统性能的调节。当然，你可能也注意到了，一加92并没有自带键键。那么，我们该如何实现类似游戏手机的那种四指操作呢？在这一点上，一加很有创意，我们通过它。你没看错，一加为92单独设计了一个外置式游戏键键，我们打开看看。瞧，就是这俩小东西了，两个黑色欧姆龙按键，安装的话也非常简单，直接夹在手机一侧就可以了。所以原则上，这两个小东西可以用在任何品牌的手机上，或许后期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是安装完成后的样子，弧形设计的按键拥有不错的手感，回弹也非常利落。再搭配这块支持5至240赫兹触控采样率的屏幕，简直就是直屏玩家的福音，多指操作，简简单单。现在我进入和平精英，咱们一起来看一下92在游戏功能上的具体表现。毕竟它用的可是一块又稳又快的骁龙870，并且还没那么热，最适合玩游戏了。游戏中手指从左侧右滑就可以打开游戏空间了。我们挨个看一下这里面都有哪些功能。首先，顶部区域显示着 CPU 和 GPU 的使用率以及当前的 FPS 值，这个功能非常实用。这里是一些快捷功能，可以让我们在游戏中开启一些常用软件，比如我们点击微信，可以在不退出游戏的情况下回复微信信息。对了，这个弹幕通知也很好用，它可以让接收到的微信直接以弹幕的形式出现在游戏屏幕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瞧，就是这个效果了。用顺手后玩游戏撩妹两不误。4D 震感，开启后可以在指定场景提供匹配的震动反馈。一加92搭载了一加有史以来最大的 Haptec 震动马达 ，X 轴超线性马达，可以带来毫秒级震感反馈。另外，它还将在不久之后首发业内领先的 Rich Top 视觉反馈解决方案，这个还是很值得期待的。游戏滤镜，对于这个功能，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不过92除了反转色，还拥有其他不同风格的滤镜方案，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此时，我们来到了紧张的决赛圈，最为担心的就是可恶的伏地魔们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沉着冷静，及时开启一个反转色滤镜。瞧，这样一来，再出色的伏地魔也将无所遁形，打他就是了。这个是漫画风，很可爱的感觉，有没有？这个是超高清，颜色更加艳丽了。这个是老电影，复古即视感。这个是夜视模式，
我现在很期待吃鸡的黑夜模式重返，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夜视仪了。游戏变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可以让我们变换一种角色和队友交流。没错，你肯定想到了一个词，女装大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变声后的具体效果。我是麦克，是名狙击手，专业过硬，从未失手。我是麦克，是名狙击手，专业过硬，从未失手。看，这就是雌性男生的效果，变得还算可以。再来听一下儿童声。我今年才8岁。貌似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味道的。萝莉音。你的98K可以给我吗？直接不像呀。外星小孩儿。我是外星人，我要占领你们地球。这个味道就出来了，不错不错。通过上面的演示，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能否变成你想要的效果，其实还和每个人的声线有关。比如麦克的声音比较低沉，就不适合变成女生。大家入手9R以后，可以自行试一试各自的效果。全沉浸模式，这个功能很好理解，打开后9R就成了一部纯粹的游戏设备，不受任何额外情况的打搅。性能模式一共有3个档位：电竞、均衡和低功耗。对于和平精英均衡即可。但对于原神这类游戏，可以开启电竞模式，获得更好的画质和游戏体验。分享更新包，这也是很实用的一个功能。当你已经更新完毕并且进入了游戏，而你的女朋友还在苦苦下载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里一键发送更新包给她，减少开黑等待时间，为你们的友情增砖添瓦。游戏挂机，一键挂机，防止掉线。超现实画质，其实我感觉这个功能有些类似于将画质锐化，使游戏画面看起来更有质感。游戏资讯，直接一键转到和平精英游戏社区，查找攻略，接收最新游戏资讯。当然，除了在软件方面针对游戏的优化，一加还与顶尖的游戏公司合作，推出一系列高帧游戏的适配。比如我手头正在玩的这款《巅峰坦克》，使用9R玩游戏可以直接支持到最高120赫兹的极速刷新率，极大的提升我们的游戏体验。实际操作过程中，120赫兹和普通的90赫兹、60赫兹完全是不同的游戏感受，这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发现目标，命中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进行了长达1小时左右的游戏体验后，整个手机的温度一直处在微热状态，并没有随着游戏压力的上升导致温度快速变化。这除了这块870处理器本身的原因之外，同时还和1加9R采用的大面积 VC 散热方案有关，能够让内部热量得到迅速发散。此外，我又测试了一下充电能力，瞧，这速度还不错吧？1加9R搭配了一个65瓦有线闪充，针对它那块4500毫安的大电池，官方数据是15分钟充电57%，39分钟能充满。所以玩游戏时的续航问题可以不用过分担心了。哦，对了，恰好麦克这里就有几部游戏手机，正好拿来做个简单对比，也可以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一部旗舰级主力用机和一部专用游戏手机的区别。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部1加9R的重量，191.8克。然后我再随便找一台游戏手机看一看这类手机的重量，229.9克。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们的尺寸，一目了然。游戏手机毕竟定位明确，所以在便携性上有所妥协。但1加9R不同，它的厚度最薄处只有8.4毫米，持握感非常舒适。同时它全身上下并没有任何的电竞元素，本质上就是一台供我们日常使用的主力用机。但凭借这些电竞级的优化和配置，在游戏功能上又并没有弱了多少，我感觉可以用2个词来形容它：全能均衡。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其实麦克还是挺高兴做这种体验视频的，可以提前体验到各类新产品、新科技、新功能。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位这款1加9R呢？它可能是目前为止打游戏最牛的一台品质旗舰，或者说是一台拥有高游戏性能的日常主力用机。所以如果你既要追求品质、追求便携，又想有好的游戏体验，那么1加9R一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